如果你以為中國年輕人刷手機只是躺平擺爛，那你真的低估了這件事的嚴重性。在中國體制內部，這已經被當成一顆隨時可能引爆的炸彈。2026年，中國最讓官方睡不着覺的，不是外部衝突，而是沒工作的年輕人。不是誇張，是內部已經明說了。在近期的內部會議中，失業青年被直接點名為明年頭號社會風險源，不是之一，是第一位。關鍵詞反覆出現，互聯網是第一戰場，情緒聚集線上到線下灰犀牛。為什麼？因為現在所有壞消息正在同一時間砸向同一代人。先看最冷的幾組數據。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，儘管官方口徑多次調整，但2025年青年就業狀況依舊沒有實質性改善。製造業、建築業、互聯網、教培、地產上下游連續幾年收縮，崗位不是減少，是直接消失。與此同時，地方財政全面吃緊。多地公開預算顯示，2025年下半年，基層財政支出明顯向保運轉傾斜。先保行政體系，再談民生項目。教育、社區服務、就業輔導被一拖再拖。結果是什麼？工作沒了，補貼不到，培訓無效，貸款卻一分不少。房貸、房租、消費貸全部壓在同一群人身上。這不是個人選擇，這是結構性擠壓。一位體制內學者在內部會議上的原話非常直白：單看哪一項都不新鮮，但它們疊在一起就不再是經濟問題，而是社會風險。這句話被反覆引用。官方現在最緊張的不是某一場抗議，而是失業青年在網上互相找到彼此。體制內已經形成共識，行動的發起地不在現場，在平台。刷手機在他們眼裡不是消遣，是低成本聚集。群聊、評論區、私信、短視頻，不需要組織，不需要領袖，只需要一句“我也被拖欠工資”。數據已經說明問題。據統計，2025年第三季度，中國抗議事件達1392起，較2024年同期增長約45%。注意，這不是一年，是一個季度。主體是誰？工人、業主、村民。而現在，年輕人開始明顯出現在其中。地域分布也很殘酷。廣東、河南、湖南、河北、山東，不是邊緣地區，而是人口密集、產業密集、就業壓力最大的地方。這就是為什麼內部文件裡開始頻繁出現一個詞：提前識別、提前處置。問題是，他們有沒有打算解決沒錢吃飯這件事？答案很現實，沒有。地方財政已經沒有空間。很多基層單位只發基本工資，績效取消，補貼延後，內部被明確要求少說話，不站隊，不表達情緒。江西南昌一名退休公務員的描述很有代表性：辦公室變得特別安靜，沒人聊天，都在觀望。而對社會的應對路徑正在迅速收斂成一條線：監控加管控。2025年下半年開始，多項制度密集推出：修訂版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、行政執法監督條例，多項針對平台 AI、MCN 的監管草案。新版網絡安全法明確將於2026年1月實施。所有信號都在指向一件事：先穩住再說。可問題是，高壓鍋可以焊死蓋子，卻不能消除火。一名長期協助農民工維權的人說過一句話，很刺耳：欠房租、欠貸款、回家沒地、出去沒工，這種人久了會變成什麼樣，誰都不知道。這不是威脅，這是現實。鄭州、湖南、廣東多地出現相同畫面：工程款拖欠，討薪從一個人變成一群人。返鄉失敗的年輕人再次擠回城中村。
有人睡在街角，一天靠幾個麵包撐着。這不是極端個案，是正在擴散的狀態。而官方最擔心的是某一天突然集中爆發，不是今天，不是明天，但他們知道，系統的承壓能力正在逼近臨界點。很多人還在幻想一句話：國家這麼大，怎麼可能沒錢？但現實是，錢不在基層了。2025年下半年開始，多地財政公開文件已經露出端倪，土地出讓收入連續下滑，平台公司輸血能力下降，地方融資渠道被嚴格收緊，債務展期置換成了高頻詞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財政支出的優先級被徹底重排，先保政權運轉，再談社會修復。湖南一名退休體制人士說得很直白：基層現在就是先發薪，行政費用先走，教育、社保、社區項目全往後排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失業青年面對的不是暫時困難，而是沒人兜底。過去還能指望的東西，社區安置、臨時崗位、培訓轉崗，現在要麼取消，要麼象徵性存在。於是，一個危險結構正在形成。問題在民間累積，壓力在基層堆積，而決策層選擇延後處理。為什麼灰犀牛這個詞頻繁出現在內部會議？灰犀牛不是突然的災難，而是人人看得到，卻誰也不想先動的風險。內部討論中有幾條判斷被反覆提及。第一，青年失業不是短週期問題，產業轉型失敗、內需不足、出口承壓，這不是1年2年能解決的。第二，人口結構正在反轉，年輕人數量下降，但社會期望沒有下降，反而更高。第三，情緒已經開始取代理性表達，不是寫信，不是申訴，而是刷視頻、發牢騷，群體共鳴。一位參加過相關會議的學者轉述說，真正讓人不安的是大家都意識到壓力在變形，但沒人知道會以什麼形式出來。這句話的潛台詞是，不確定性本身就是風險。很多人以為，只要監控夠多，封號夠快，就能穩住局面。但體系內部非常清楚一件事，管控是有成本的，而且是遞增成本。商場加保安要錢，城中村建預警系統要人，交通樞紐盯動態要編制，平台審核升級要技術與預算。而這些錢恰恰是現在最緊缺的東西。江蘇一名接近政法系統的人私下說過一句話，怕的不是天天有事，是怕哪天突然一起。因為一旦集中，任何單點設計都會被擊穿。更危險的是，長期高壓會把普通不滿逼成對抗心態。很多人問，為什麼不直接補貼年輕人？答案也很現實，沒錢也不敢開這個口子。一旦直接發錢，就意味着承認問題的結構性，而在當前財政與政治邏輯下，這是不可承受的信號。於是只剩下一條路，把問題拆散、拖延、分散處理。今天是拖欠工資，明天是業主維權，後天是返鄉失敗的青年。看起來都是局部事件，但在統計表裡，他們正在快速累積。有學者指出一個非常關鍵的現象，風險不是在爆發時形成的，而是在沉默中堆積的。當合法表達空間被壓縮，當情緒只能在私下流動，當人們習慣了說了也沒用，那最後剩下的就只是一種選擇，直接行動。不是因為激進，而是因為沒有別的出口。綜合所有內部判斷，2026年被反覆提及，不是巧合。財政收縮將繼續，就業恢復缺乏確定引擎，管控成本進一步上升，青年群體耐受度持續下降。一句話總結就是，
舊問題沒解決，新問題又疊上來。而失業青年正好站在所有壓力的交匯點上，他們現在最怕的，不是你抱怨，不是你吐槽，甚至不是你躺平，他們怕的是你沒錢、沒路、沒出口，卻開始彼此看見。因為一旦這樣，這就不再是某個政策的問題，而是一個時代的回聲。這才是2026真正的頭號警報。